好，这也差不多了，可以抄了。来，这个离一下，不要伸胸好。好，哎，慢点，不要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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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。往零啊。公斤的吧？公斤的多少16点多。16斤半。天气渐凉了，能钓得这样的老库底子实属不易。钓友们一起小赌怡情也是难得一乐。钓友为我们推荐的大港桥水库位于珠溪小河和万年县城上游，1966年竣工，是一座以灌溉、发电综合利用的中型山谷水库。有了当地钓友的指引，大毛雷厉风行，当天下午进入水库勘察钓位。行啊，这边也可以啊，这边。这里深也有。大概有多深？这边里面8米左右。8米左右是吧？要是近一点，它那个下面是个平台样的，钓的那一点的，它基本上都是一个平台。对呀，就要找这样的地方。你要不然钓滑漂的话，你就不好钓了。我们钓15米远也差不多深，钓7、8米远、10来米远也差不多深。哦。就到了这边，就到了这个再近一点，就会出现一个，慢慢的跟这个样子。行啊，那不行，在这边打窝子嘛，把窝子做下去嘛。做，因为这个地方也不。第二天一早，大毛与钓友们来到水库直奔钓点。昨日的窝子是否发挥效果，大家并不得知。可是游钓时间的紧迫，让我们选择的余地不多。大毛抵达钓位，开始准备工作。这次为了响应热心观众的号召，他决定使用滑漂进行做钓。现在呢，我们说这个绑这个线组呢，首先呢，我是做了个挡豆。这个挡豆呢，是我们海钓上用的比较多一点啊，是一个塑料的一个挡豆，眼子很小。如果你眼子不小的话呢，我们这个滑漂这个导环大了以后呢，导眼大了以后，它就固定不了漂。这个挡豆干嘛呢？这个挡豆啊，它在线里面是很顺畅的。我们打线结的时候呢，它就可以把它挡住。挡豆这块就为了挡什么呢？就挡我们这个漂座上面这个导环。这个导环眼子大了，如果你打线结的话呢，我怕是会脱落过去啊。挡豆就是起这个作用的，挡着浮漂这个作用啊。你看我钓鱼都是废物利用了。我经常性的一根线，太空豆都能用1年。像打一个结，我就把以前用的太空豆啊就可以再用了。我们不谈环保，就这种做法呢，就是，尤其打竞技比赛的时候啊，有的太空豆啊咬线，就是老的太空豆呢，应该比新的太空豆好用。这3个太空豆是干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底下绑上8字环以后啊，它每次到这里啊，它给它挡住。就不至于这个漂尾啊碰我们的铅坠，它是起到这个作用。可能钓大鱼的时候，我就会用通线了。我在菜前啊，你看这是我在菜前用的。我在菜前水库只有一根通线，直接一根整线，上面裹上铅以后，下面就是钩。但是呢，在这里我正常的用滑漂钓，不设定钓什么鱼的话呢，我就可能是双钩了，双钩带饵去钓它。这地方太空豆绑完以后，我们直接可以把铅就缠上去了。我们就用刚才剪下来这个线啊，做这个线档，绕5到6圈就可以了。这样的话，我们的浮漂啊，就通过这个打这个线结，就能把它卡住了。我现在抛出去，你看一下就能看到了。一会儿我们可能我会用这个线啊，再打个线结。打个线结干嘛呢？就是每次我抛头出去的时候，我往回摇，只要看到这个白线了，就固定到了位置。每次打到的位置，每次摇到这个位置，它的远近是一样的。啊，每次它的远近是一样的，你底找好了以后，它每次会在这个点上。
我呢用30%的草鱼啊，因为它这地方有草鱼嘛，我还是想用点草鱼啊。这段时间还能钓，这2天还有点热，再过几天啊，可能就钓草鱼可能就要差了，就要主攻要钓鲤鱼了。今天，没有设定目标鱼，现在啊，已经差不多深秋了。那现在是10月份了嘛，我们还是想用一点，动物蛋白的，因为它这里面也有一部分鲤鱼在里面，因为这水库里面都是有鲤鱼的，所以呢，我这也用了30%无霜，啊，这个是鱼骨粉，含鱼骨粉的，加点锌。我再加上20%的开口料，因为它这个水面那么大，如果你想一天来了以后啊，就想钓多少鱼啊，真的也不是很现实。超柚我也加20%，这个水比大概能达到1比0.9，这样的话呢，它的粘度肯定是不够，因为我们钓这么深。如果我们正常手搓啊打完就行了。这样的话呢，我就加点这个米汁柚，加点米汁柚。加米汁柚没有别的用途，就现在就是一个呢，它就是米饭让它在水里面，一个是滑，还有一个它粘度大。我个人不主张加拉丝粉，你看我很少加拉丝粉。除掉你钓拉饵，不钓拉饵的话呢，尽量少加拉丝粉，稍微焯点水就了。稍微搓一下，为什么搓一下呢？它这个地方水很深，你要不搓的话，一个是我们抛啊，一个是抛不到位。这个就搓这个饵粒就搓连了以后啊，它的雾化也是一层一层脱落的。因为加拉丝粉呢，它有时候有点挡口。所以我是个人不主张加拉丝粉。这个粘度就可以了，软硬度、粘度就可以了。稍微抛远一点可以调整，我们一般都是打到窝子前面，然后呢，每次我这边有个线档，把这个正好线调整到这个位以后啊。就可以摇线了啊！摇到哪呢？每次我们摇回来都摇到这个线档，所以它的眼镜啊都是一样，就能在我们的窝点。你要连续的这样钓到最后呢，就跟我们手竿钓法是一样。那前面这个浮漂呢，现在已经呢，你看不到了，就证明了刚才我调这个线啊，就绑线绑长了以后啊，现在我刚才撸了一下，撸多了，我现在重新再摇回来。摇回来以后干嘛呢？就调整我们这个线节啊。这个线节是干嘛的呢？是定位的，就是我们的漂，高矮是靠这个线节定位的啊。把这个线节往下拉一点，啊，稍微往下撸一点，这样等于我们也是在找底了嘛，跟撸了个浮漂是一样的意思啊。现在我这抛的呢是抛哪边呢？抛到左边去了。这时候呢，迅速的把线拉直了，拉直了以后，把竿尖朝到右边，然后呢摇回来，还是摇到这个线节摇到线节这个地方，再撸回来。这样的话呢，我们把线调整过来以后啊，这个滑漂是慢慢往回滑的，它就会往左边来了，往右边来了。我现在把杆子不往右嘛，它就会往右边来了，就会往我的位置来了。现在已经到位了，你看这漂是不是往下下？好，现在漏了1目多一点，好，慢慢的下去了，抖一下漂。现在是肯定到底了，现在就留了一个漂尖。我们一会儿啊，再把这个挡豆啊再往上赶一点，就是我们现在的找到底了，它的钓点了。现在的深浅钓点已经找到位了。这时候呢，可以呢，就是用饵勺啊，小饵勺呢，可以补一点料啊。对于滑漂的使用，大毛得心应手。可是水下的情况更加复杂。刚刚下竿不久，便挂掉了一副子线。看来今天的垂钓并不会一帆风顺。
反正顶一下顶一下。啊，顶嘛，它就顶啊顶着，正好挂到这头。哎，挂到了？对呀，小鲤鱼啊，你看，怎么挂到的？就挂到脊背上了嘛。野生的小鲤鱼，但不大啊，这条鱼，但尾巴你看多红，一会儿要能钓到大的，它这个鱼啊应该非常漂亮。嘴巴你看多黄，这嘴巴多黄，这就是野生鱼，跟这个池塘里面养的鱼啊的区别。你看尾巴多红，尾巴是红的，尾巴红的，嘴是红的，好，放了。半日的辛苦，一尾小鲤鱼成为了今天上午仅有的收获。为了继续与鱼儿周旋，大毛决定先用过午餐，再来与水下的鱼儿斗智斗勇。哪想一顿饭的功夫之后，水面便刮起了大风。为了漂上的吃口更为明显，换上更大的浮漂成为了不二之选。我们打了线档以后，你们调漂啊，如果碰到不好调的时候呢，可以怎么调呢？可以这么调。我现在是子线是2把钩，把另外一把的钩子呢挂到哪呢？挂到我们浮漂上面，挂到浮漂的这个转环这个地方。这样的话呢，它就能固定住了。你这样的话，你就可以直接调漂了，这样就可以调了。浮漂调了几目呢？我一般都调到在3目，因为我这就3目的漂，调到3目多一点。你看，它漂不往下走，如果我把钩子拿掉，它就往下走了。我们要钓的时候呢，就把这个钩子就可以拿掉了。怎么把这个钩子拿掉呢？把这个钩子从这上面导眼里面拿下来。这拿下来以后，它就可以到底了。要不然的怕它的漂是活动的，你就没办法去调。用什么方法能让它到位慢一点呢？如果是小鱼多，我们可以把上面的铅放在下面；如果是小鱼少，我想钓中途接口，我可以把这个铅剪一块这个铅下来，放在哪呢？包到上面去。下面有点铅可以抛出去，但是我把多的铅可以放在这个我们现在这个漂角上面，在这个地方打开，把这个铅可以裹到这里。裹到这里有什么好处呢？第一，它站漂站得快；第二呢，它到位呢，底下铅小了，它下降的速度慢，它翻身快，漂就翻身快。如果是小鱼多，可以把这个铅拿到放在这下面，就放在这下面。小鱼要少的话，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剪一块铅，想钓中途接口的鱼呢，就可以把这个铅放在漂角这个地方。目数我们是调好的，这个是不会变的。大毛继续与水下的鱼儿缠斗，当地钓友也开始在一旁放竿开钓。大港桥水库动植物资源丰富，鱼种也是多种多样。当地钓友在水库有的主攻草鲤，有的却有另外的喜好。大毛老师在我们前面，他钓的是大鱼，我们是钓了当地的这种小鱼，比如说那种棍子鱼、餐条或者马口之类的。这个水域因为很不错，再加上环境比较好，所以说，这种鱼适合在这里生长，所以我们当地的钓友都特别喜欢到这边来。下午，水库的情况变得有些棘手，小杂鱼开始疯狂地窜动，水面浮漂变得起伏不定，频频提竿打不中鱼的尴尬也时有发生。面对小杂鱼的干扰，是很多钓友十分头疼的问题。对此，大毛有着自己的应对之策。这里面小鱼很多，小鱼很多呢，饵料呢，我当时获得呢也是很黏的。但是现在就这样的话呢，小鱼在底下拖着太多了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可以怎么样呢？就是，可以挂玉米钓也可以，我现在用的呢应该是肉夹馍了，里面挂的是玉米，外面呢我是包的饵料，一个呢是抛投方便，抛得远一点。另外的话呢，我们这个饵料粉饵下去，哎呀，又是一口。粉饵下去呢，可以，去诱鱼，粉饵诱鱼，这个玉米呢可以钓鱼。我们呢，把这个老窖玉米一部分都打到窝子里去了，
现在呢，这个玉米呢，我们就是，刚才是搞了一点酒，稍微泡了一下，药酒稍微泡了一下呢，就直接用这个饵料把它包起来。所以叫肉夹馍嘛，里面有锌啊。因为其实我们在自然水域钓鱼啊，是钓无定律，钓无定法，就是你想怎么钓都可以啊，随心所欲的去钓它。但是呢，你一定要了解这个是什么鱼，它是杂食性的还是掠食性的，这个鱼爱吃什么。就是我们这些粮食的饵料，鱼是肯定会吃的。所以这个矶钓竿真的钓法是很多，真的钓法很多。现在可能这次是不一定有机会了，等什么时候再找个时间啊，我们会用这个矶钓竿，用我们正常的很细的线组啊，用这个矶钓竿，前头绑个小辫子，直接把我们的这个线放上，可以去钓。从大毛老师的言语中可以看到他对滑漂的喜爱，同时在水库中滑漂的使用方法也是灵活多变。面对小杂鱼的干扰，肉夹馍的方法渐渐起效，数尾鱼儿也和大家有了一面之缘。小跳子，钓了一个小的。这应该是，这是你们这个叫什么？这不叫翘嘴了，这是跟翘嘴是一科的，它尾巴黄的。这个鱼呢也能长，不会太大，能长到1-2斤重。啊，这尾子是黄的，发红啊。这个钓法就是慢慢往回拖。对呀，让它慢慢的往回来嘛。鱼钓啊，你这对不钓鱼？这应该是小鲤鱼了，这是全部是用饵料钓的，你看到？我现在根本就不用，那小鲤鱼吧，现在根本就不需要再用，因为小鱼现在稍微少一点了，因为每次到傍晚的时候啊，小鱼都会少。你看饵料还在上面，你看我的饵料有多黏，你看，就这样的鲤鱼照吃，你看到了，饵料还在上面，饵料还在上面，看到了吧？白天的时候小鱼多，我是肉夹馍，现在全部是用饵料在钓了。现在小鱼啊稍微少一点了，我就把饵料刚才调黏了一点，直接用饵料钓了。因为小鱼白天太多了，白天太多可以用肉夹馍，就是说我们钓鱼啊始终是边钓边是要变化的。小鱼太多了，那个时候我们就是用肉夹馍，里面放一个玉米，外面包着饵。来，好。天色渐晚，小杂鱼渐渐了无踪迹，不知是不是大雾出没，小鱼纷纷避让。面对水底的变化，悄悄改回纯饵料，继续做钓。在不同的钓法中变换，大毛自然游刃有余。可接下来的一口，惊讶的可不只是大毛了，连旁边放竿的钓友都过来围观了。我看这是应该是什么鱼啊？不知道，我还没看到什么鱼。我估计不错，应该是草鱼，草鱼接口的多。草鱼接口的多。等一会，没那么早，稍微等一会。这个力量还没卸掉了，早了，差得远了。这条鱼行这条鱼啊，刚才在打水的时候我现在就怕搭桥了。我跟你说，这2根线，最怕的是搭桥，一搭桥就麻烦了。又在摆头了，哎呀！草鱼，看到白的了。这应该是老裤底子，还不是去年放的鱼，啊！这个要用手竿钓它就够刺激了，就够劲了。但我今天我把手竿全拿掉了，我今天说了嘛，死活我就是用矶钓竿钓了。今天我一定用矶钓竿钓。因为很多在我们优酷上留言就说，最近没看到我们用滑漂。对，你们现在可以竞猜多重，10块钱一个人，9斤的、12斤的、10斤的，还有15斤的。好，15斤的13斤。13斤的，哪个靠得近哪个赢啊？12斤半。12斤半，好。13斤2个。13斤。稍微再拿起来。8斤一个。啊，8斤的一个。9斤半。 9斤半，好。啊，12斤半，9斤半，10斤的，8斤的，13斤的，还有9斤的，还有谁？客人也有好多人在猜。也在猜啊。我猜是15斤。
你猜的15斤是吧？赢了以后我们加个菜也行啊。 15斤嘛，13斤嘛，最好是夹到我们中间啊。不，哪个靠的最近哪个赢。对。啊，你连计量都可以猜，啊。反正我有称，这一定会给大家一个公平的。好，这也差不多了，可以炒了，来。这个移一下，不要生胸好。好，哎，慢点，不要。 慢点，好，别动，往零啊。公斤的吧？公斤的多少16点多。 16斤半。天气渐凉了，能钓得这样的老库底子实属不易。钓友们一起小赌怡情，也是难得一乐。不舍得将这尾草鱼放归水中之后，大毛回到钓位继续挥竿。 有了这尾鱼，之后的小家伙变得有些不痛不痒了。哎，那我刚才准备坑头，哪知道眼睛瞟着一个小动作，啪一个瞪口，看到了吧？还是小鲤鱼，不是草鱼，还是小鲤鱼。我刚准备坑头，都是小鲤鱼啊。 金黄色的，哎呦，它还跳了下去。傍晚，天色渐暗，水库中的垂钓多有不便，大家决定收竿休息了。众人拾柴火焰高，当地钓友一起帮忙收拾装备，让我们变得轻松不少。忙碌之余，当地钓友收获的混子鱼引起了大毛的兴趣，一定要找机会试一试。 万年的垂钓之旅仍在继续，更多惊喜，敬请期待下期精彩。